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的这个影片我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株蝴蝶兰，它是一颗超氏蝴蝶兰，一度在美加地区相当的常见，但是这1年半到2年左右我没有看到它在我附近的超市里面出现。那对这一种现象呢，安格斯其实有我自己的一个理论，这个等一下在影片的中后半段我们可以来讨论。我们现在先回到这一株兰花上面，它的名字呢其实叫做庭心 Ruby 乘上 Taipei Gold。当然在这边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免责声明哦，这个名称呢，它的父母亲本呢其实是我在网络上面调查之后，然后跟几个兰友提供的资讯，我们大家一起决定说这颗兰花的父母亲本是这个。但是如果你真正知道它这颗兰花的父母亲本的话，如果我们提供的资讯有错误的话，还请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我当初之所以会入手这一株兰花，主要是因为我曾经很多次在台湾逛花市或是卖植物的商家商店，都会看到这一种品相的兰花，所以在我印象里面，我就觉得它应该是很平常但是又好养的兰花，因为到处都看得见嘛。所以当时我在我这边当地的超市看到，而且它一颗当时我记得也就是6-7块美金，不贵的价格，所以我就买了一颗回家来尝试看看。那也如我所料，它其实非常的好养哦。那这一次的开花周期呢，你看到它目前这个花梗上面应该是6-7朵花的这个潜力。我给它的这个照顾的方式其实跟很多兰花都一样，因为我兰花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加起来大概就是110颗左右，所以在养护上面，除非真的是比较难搞的兰花，否则我绝大多数的兰花给水的这个周期还有肥料浓度上面甚至不同种的肥料，有时候是开花肥多一点，有时候我下的是氮肥，就是比较长根长叶的，它们的周期我基本上都控制在一样，所以会比较省时间嘛。那这一颗也不例外哦，因为它是属于一般的这种平民超市兰花，所以在于它的给水还有肥料上面呢，我没有特别对它有什么不同的待遇。给水周期上面来说，这颗兰花跟我大多数的兰花是每周1次，春天、夏天、秋天这季节是每周1次。那冬天的时候呢，就会斟酌了。如果当时的天气比较凉，或者是湿度比较高一点点，那又天气比较凉，我可能会甚至7到10天才给一次，甚至拉到14天，也就是2周才给一次水。这是给水的频率。那肥料上面呢，这颗兰花也就是只有收到1/4浓度的肥料，也就是说你那个买回来的肥料，它的建议浓度呢，我就是想办法把它调成只有25%。好，那这个怎么调呢？这边就看看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之前的影片这其实讨论过多次，如果你们还想要我再提醒你们一下的话，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我想要看看到底谁还没有听过我怎么解释如何调肥料调成1/4。好，看到这边你有没有发现这颗兰花呢，在开完它刚开始长的那些花苞之后，其实它花梗的尾端又继续往前长，又继续来了几颗花苞。这颗兰花其实这一次已经不是它第一次这样子了，而且在前几个开花周期，它还有过一次长3个花梗过。
那这一次呢，它是没有长多花梗，只有一个花梗，但是呢，它是往前长。这种特征哦，其实有时候有一些没有续花性的蝴蝶兰，像这一颗没有续花性也会有哦，就是在养分比较达标的情况，再来就是它的天气、温度、阳光各方面都允许的情况啊，它就还会继续开花。所以这个也不是说一定是只有续花性的兰花才会有的特征，但是一般来说，严格讲起来，有续花性的兰花呢，是花开完之后，它的花梗会继续保持住，而不会干掉。而这颗兰花呢，它是没有那种保持花梗到隔年继续开花的那种特性哦，所以这颗兰花它不是这样子的表现，不是因为它有续花性，而就是因为它当时的养分、阳光、天气各方面都具足，所以它就是继续往前长，继续开花。但是这花梗呢，会在它开完花这个周期结束之后呢，就干枯淘汰掉。这颗兰花，如果你是刚接触兰花，你有遇到的话，其实可以买来养养看。它没有香味哦，不过它的颜色也是蛮讨喜的，中间一团紫色的，然后它的花就是黄色居多，但是它偶尔呢，它的这个紫色呢，像这边看到就还会有一些斑点哦，是在黄色里面出现。好，它的这个紫色的分布呢，虽然集中在中心，但有时候会有一点随机的这种斑点出现哦，是蛮好玩的。好，那这边呢，你等一下会看到它杯子里面种的植料有大颗粒跟小颗粒。大颗粒呢，我这边叫做 hydrocorn， 是一种发泡炼石类的东西。小颗粒呢叫做 mantle clay。那一种 mantle clay， 它其实就是像瓦盆的那种植料，只是它做成像小颗粒。那这种东西在美国这边呢，应该都是用来种植，比如说像多肉植物，或者是日本这种小盆栽、邦仔这种小盆栽，这它那个最上面那一层啊铺的东西的植料哦。但是我是因为它有吸水性、有保水性，所以我把它拿过来做应用，把它当做小石头、小粒子，但是是一种小会吸水、会保水的小石头哦，但是又有足够的这种空间在杯子里面，让根系能够呼吸去成长。那影片最后呢，就来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个理论，为什么这颗兰花最近看不到？因为一批兰花的这个组织培养，或者是说从种子培育，其实都要1-2年、2-3年的时间。所以说啊，为什么有一阵子你会看到它常常出现，但是一阵子又消失？可能就是因为啊，它们还在被培育当中，还没有真正成熟，能够开花到进而能够被就是拿到商场去做批发、做通路上的销售。这个现象啊，在美国里面呢，就是有一阵子大家会很疯小马克 mini mark 是一样的，但是有一阵子又完全几乎没有卖家在卖小马克，但是过了2-3年之后，又重新会有一批人又重新开始卖小马克。不知道你们对于这种兰花常常看到、到处都看得到，到消失几年，然后又突然间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有什么样的猜测跟理论呢？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